嗨，大家好，我是尼格拉斯杨，周末快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据说是3万年前可以破解人类起源的劲爆秘密，顺便破解一下秦始皇的秘密，这就是青藏高原金字塔。故事要从一个古老的传说开始。据说在西藏众多隐秘的雪域之峰中，有一座山格外离奇，因为它没有喜马拉雅山峰那么高，却被称为人类的禁地，不可攀越之峰。在西藏本教古籍中记载，凡人不得登上此峰，那里的云层之中乃众神之所，敢踏圣山见诸神面者皆处死。这是来自远古人类祖先的警告，但在许多无神论者的眼中，这些都是迷信的无稽之谈，怎么可能有人类无法征服的山峰呢？于是20世纪初，一群来自苏联西伯利亚的登山队来到这里，战天斗地。队员们年轻气盛，他们不听当地藏族长老的警告，花了3天的时间，强行登上了这座山峰。当他们站在山顶上欢呼庆祝的时候，突然一切都安静了下来。这些队员面面相觑，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对劲，于是他们慢慢地相互打量着对方。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怎么都长出了白发？当他们摘下面巾的时候，他们怎么变老了？当他们相互搀扶走下圣山的时候，藏族长老只是远远地站在那里，一声叹息，不住地摇头。2年之后，这群前苏联队员们全部都莫名死亡，原因是衰老。难道这座神秘圣山可以加速时间的流逝？后来，前苏联派科学家来这里研究，发现人类在这座山上的指甲和头发会在12小时之内迅速生长，生长速度是山脚下的28倍。后来，前苏联就把这件事列为国家机密，藏在克里姆林宫地下伊凡雷帝书库里。这可能是个都市传说，团长并没有找到实质的记载出处。但是有3件事可以确定：第一，西藏这座山峰从远古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攀登过；第二，在近代这里的确获得俄国登山者和科学家大量关注；第三，根据远古经文记载，这里在上古时期并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是佛经中天龙八部的大本营。非常诡异，这座神秘的山峰就是西藏阿里冈仁波齐峰。冈仁波齐峰位于西藏普兰县内，是冈底斯山脉的第2高峰。因为从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类登上过这座高峰，所以就一直没有准确的测量数据，不知道这座山到底有多高。根据谷歌地图测量数据，大约是6600多米。但是有一种神秘的说法，说这座山峰实际是6666米。在宗教中，冈仁波齐是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4教圣山，湿婆施瓦的居所，须弥山的宇宙中轴线，被称为世界的中心，天堂的阶梯。这里是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界点，时空的裂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在互联网上流传的一组数据说，根据地理测绘，冈仁波齐山峰海拔6666米，它距离英国巨石阵北极分别都是6666千米，距离南极点是6666千米的2倍。诡异的是，北极点距离埃及金字塔也是6666千米。后面还有很多地球上其他的奇异点，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都是这个数字。这种巧合是真的是假的？对于这个问题，团长亲自考证了一下，有一个网站叫做 distance.to， 在这里我们输入冈仁波齐峰的英文地址 Mount Kailash， 下面再输入巨石阵 Stonehenge， 这里就会有一个飞行距离6919千米。如果我们把地点再改为北极和南极点，就会得到6552千米和13462千米。北极点到埃及金字塔的距离是6670千米。大家看，虽然数字不是完整的6666，但是我们要知道，飞行距离和陆地直线距离是有一定误差的，所以互联网流传出来的这组数据可能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等等。如果冈仁波齐峰和埃及金字塔、北极、南极、英国巨石阵等等有关，那它可能就不是一个自然的山峰，而是一个远古高科技文明创造出来的真正的神的居所。是的，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在1999年，俄罗斯地理学会在共青团真理报的赞助下，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登山者组成的探险队，代号 RATT。他们前往西藏进行考察，其中就有一个俄罗斯眼科博士，叫做恩斯特·莫尔达舍夫。他跟随队伍来到了阿里。当他拿起望远镜远眺冈仁波齐峰的时候，他震惊大叫：“这不是一座山峰，它是一座金字塔！”大家看，冈仁波齐峰是一层一层的，中间还有一个凹槽，这和埃及、南美洲金字塔的结构都非常类似。莫尔达舍夫还把他在冈仁波齐峰山脚下的诡异见闻都写在了一本书里，叫做《我们从哪里来》。其中的一段是这么写的：在寂静的夜晚，这里的山腹中经常会发出奇怪的喘息声。那天，我和我的同事都清楚地听到了石头落下的声音，这无疑是来自它内部的声音。这山中是中空的，还有生物存在啊！他继续写道：从科学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冈仁波齐峰与地球上的生命直接相关。当我们制作了一个由金字塔和石镜组成的神之城的示意图时，我们非常惊讶，这个方案与 DNA 分子的结构非常相似。他的意思是，在藏传佛教中有一种神秘的图形，叫做曼达拉曼陀罗，这个图形代表的就是整个宇宙。这个圆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峰所在的轴线，而这个曼陀罗的图形又和人类的 DNA 结构非常相似。所以 DNA 的横切面的图形又叫做 DNA Mandala。等等，难道我们人类就是居住在冈仁波齐峰中的神创造的？这些神到底是谁？团长先给大家一个推测，前面讲过的冈仁波齐峰是神的住所，而冈仁波齐又和一个数字有关，6666。666这个数字在圣经的启示录13章有记载，他写道：使徒约翰突然看到异象他看到地球中出现了一个兽，在地上压迫各国的人民，所有的人类都要膜拜他，不拜的人都要被杀掉。这个兽的头上长出了2个角，拜他的人类都会被标上印记。他让聪明的人去计算兽的数目，这个数目就是666，而这个666就被称作野兽印记。这个兽行使的一切奇迹和权柄都是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兽赐给的，叫做龙。我们在上集《龙族的秘密》中讲到，龙的甲骨文可以分为龙和龙人混血、蜥蜴人2大类。在藏传佛教中，曼陀罗的中间就是在宇宙的中心冈仁波齐里住着一个神，叫做大威德明王和他的明妃。大威德明王就是3只眼的红色金刚，藏语念作 Shija Shimari， 意思是死亡的红色敌人，梵语念作 Yamataka， 意思是死亡毁灭者。大家看一下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大威德明王的雕像，他就是长着2只脚、3只眼的龙族蜥蜴人，这就和圣经启示录13章长着2个角的兽666对上了。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强烈建议新来的朋友看一下上集，在上古时期，整个地球都出现这种兽，不过他们都被某种神秘力量灭了。就像启示录中写的，耶稣基督在天中出现天使大战龙族，这个史诗故事以后有空给大家讲。所以结论就是，冈仁波齐峰很可能就是蜥蜴人在亚洲老巢的入口——青藏高原上的金字塔。埃及金字塔大约有120座，美洲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有20万座。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青藏高原上的金字塔就不可能有冈仁波齐峰1座。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优秀前团团青海分部的元老发来的一手资料。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暴雪天中进入海拔5200米的青海玉树州囊谦县，
为我们传来了珍贵的图像。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雪域金字塔吗？这一座一座的塔顶的角度和埃及金字塔简直如出一辙。还有这张照片，大家看，这里1、2、3，三座金字塔呈直线排列，这不就是埃及吉萨三座金字塔吗？这种排列方式就是正对着地球1000光年的猎户座腰带上的3颗恒星。难道地球上的龙族蜥蜴人，他们都是来自猎户座？如果说住在冈仁波齐里的是混血龙族蜥蜴人，那纯正的龙族长得什么样？他们到底住在哪里？还是那句话，证据就一定在案发现场不远处。在这里有一个山谷，山谷里有一个县城叫做普兰县，在古代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象雄古国。这和上集讲过的西非一样，普兰县这里盛产黄金。在982年前后，有一本波斯语古书叫做《世界境域志》，其中记载，在天竺和象雄的边境的山中发现巨大金块，状如几个羊头拼在一起。不管是谁，如果收集到这种金子并将其带回家，死神就要降临，除非他把金子送回原处。还有一个更诡异的记载，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讲述了一个蚂蚁金的故事。说是波斯帝国的第20个太守的领地就在印度的北方，每年他要向皇帝交纳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黄金税。这些巨量的黄金都是从天竺北部的山区中发现的。在这里有一种神秘的蚂蚁，它比狗小，但比狐狸大啊，这么大一只蚂蚁。他们在地下挖洞穴，掏出沙子，沙子里满含黄金啊，金沙。所以这种黄金又叫做蚂蚁金。有人说希罗多德记载的历史是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但是我在上集讲过，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源自古代关于龙族的分类，就好像蜜蜂的蜂后、工蜂一样。其中最底层的龙族首陀罗，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体型比较小，眼睛非常大，他们就是在洞穴里为高级龙挖黄金。在苏美尔神话中，他们被称为 Igigi，现在地球人称其为小灰人，所以希罗多德记载的挖金子的大蚂蚁，应该指的就是这种奴隶龙啊，小灰人 Igigi。龙族非常喜欢金子，他们把金子磨成粉涂到身上，就可以用来驱邪杀毒、安魂定魄、治疗龙病和缓解精神压力。就像人类吃金箔一样，他们涂在身上的黄金也是一种尊贵的象征，在佛教中称为龙王金身。阿里普兰南边就是世尊释迦牟尼讲解光阴天人的时候居住的舍卫国，还有释迦牟尼奔赴迦毗罗卫城，最后因为神力不及业力，导致释迦族全族被灭。这2集大家有空看一下，非常精彩。这些神秘事件都发生在这一片区域，非常神秘，所以阿里普兰县里一定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传说3000年前，在象雄王国被灭亡之后，阿里普兰又兴起了一个王国，叫做古格王国。当时有一个王叫做洛桑，洛桑王后宫佳丽3000，7乘24小时上演青藏高原版的《甄嬛传》。当时有一个妃子叫做雍卓拉，长得非常美丽，她就和甄嬛一样，无数次因为别人的嫉妒陷害跌入谷底。但是雍卓拉却没有甄嬛那种登峰造极的权谋之术，人家有血域神力。于是在一个月圆之夜，雍卓拉深深祈祷，突然间她就化成一只美丽的孔雀，纵身一跃，飞入雪山，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这王妃雍卓拉是不是人类就不知道了，但是她在起飞时穿的这个衣服叫做飞天服。现在普兰从古代留下来的原版飞天服不足20套，一个村也只有1、2套。整个服饰加配饰一起，全部穿起来重达50斤。大家看，这套衣服上头戴的帽子叫做钉马，帽子两边展开好似长长的犄角，钉马中间还垂下许多珠帘，把脸挡住。这怎么那么像秦始皇戴的皇冠？秦始皇的这种帽子是上古皇帝流传下来，被称为冕旒。把脸挡住的这些珠帘是为了避名，意思是遮住脸。
人类解释说作为君主必须洞察大体而包容细小的瑕疵，这些珠子就是细小的杂丝，要有包容心听起来好像有点强行解释那我们再研究一下，大家看，这里是什么？这弯弯的好像一把大斧头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肩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当这些人转过身的时候，大家看，他们的背上怎么会有龙的花纹？阿里普兰的飞天服只有女性才能穿，而女性却可以佩戴这些龙纹。所以根据线索，我们可以推测，这个肩上出现的弯弯的装饰品不是斧头，而是尾巴，龙族的尾巴。他们戴的帽子丁马，就是高种姓龙族头上长出来的犄角。大家看一下我们上集提到过的龙字的甲骨文，这里他们都戴着一个皇冠，左右都有犄角，皇冠的顶部都是平平的样子，这和丁马帽还有皇帝的冕旒是一样的。所以普兰飞天服就是龙族女娲的装扮。人类经常干这种事情，他穿这种衣服就是 cosplay 龙族。还有非洲很多人就是绑头，把头弄得长长的，都是 cosplay。这种龙族的服装在古印度梵天往事书第19章中有记载，里面写道，在上古时期有一位龙族之王叫做阿迪舍沙，他有1000个兜帽，他戴着的帽子有着没有任何杂质的万字饰物，他兜帽上的数千颗宝石照亮了四面八方。意思是龙王戴着一种可以遮盖头部的兜帽hood， 帽子上有无数的珠宝在黑暗中发出光芒。我们在开头提到的西藏诅咒，赶踏圣山见诸神面目者皆处死，而秦始皇皇冠上的珠子作用是蔽明遮蔽阳光。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上古时代有一种长着鱼尾的女娲龙族，他们穿着戴着宝石的珠帘帽子，遮挡住他们的真实面目，不想让人类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也许这样是为了更好统治人类。就好像这个龙字的甲骨文一样，女娲和大蛇龙他们面前有一个人类的王，而这个人类的王也戴着和他们相似的皇冠，他面对龙族俯首称臣。这个人就好似秦始皇，大家知道秦始皇长得是什么样子了？不像人类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秦王为人，风准，长目，鸷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秦王嬴政风准鼻子特别大，咔这么高，长目，眼睛细长，鸷鸟鹰意思是胸部骨头凸起这个样子，骨骼异常，鸡胸。柴生意思是说话声音嘶哑，好似豺狼。秦始皇应该是这么说话的：朕统六国，天下归一，朕王将化为龙魂，用我华夏永世不衰。这是秦始皇的原话，非常嘶哑恐怖，不像人类。现存完整的古代帝王像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大师阎立本画的《古帝王图》，在这本画册中唯一没有的就是秦始皇画像。难道戴着冕旒皇冠的秦始皇他就是龙族的混血？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样子，所以焚书坑儒。这是尼克拉斯杨的异想天开吗？不，接下来我要带我们的优秀天才团去一下阿里最古老的寺庙托林寺。托林寺有一个大殿叫做白殿，白殿中有3000年前的神秘壁画，被称作骨骼龙女。大家看一下，这3000年前的骨骼龙女丰满婀娜，美艳无双。在华夏神话中，是女娲创造了人类。但非常巧合的是，在苏美尔泥板中有一部史诗叫做《阿特拉西斯史诗》，其中就记载了有一群伟大的奴隶神 Prisoner God Igigi 名字非常奇怪，他们无法忍受痛苦劳作，于是发生叛乱。神恩利尔把 Igigi 都镇压了之后，说必须创造出一种更听话的奴隶来为神族劳作，于是他们就杀了一个神，让一个女神用神的血肉、神的 DNA 进行再创造，于是就创造出吃苦耐劳的人类。根据南非祖鲁大师穆图瓦的远古记载，他说这种人身蛇尾的神叫做 Owani。
他们对人类非常友善。在地球发生洪水之后，五瓦内用一种船载着仅存的人类回到了母星。他们让人类在那里休养生息，但是人类开始生长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人，他们为了吃饭就开始下海捕杀五瓦内，煮了吃。五瓦内长老就非常生气，把人类杀了一大半，剩下听话的就被其他的五瓦内送回了地球，让人类自生自灭。走的时候，五瓦内告诉人类，你们要好好活着，我们会回来的。这个非常符合远古逻辑的神话，无懈可击。接下来问题来了，为什么龙族要选择阿里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定居呢？大家看一下地图，这里全都是一片黄土高坡，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大家再看一下托林斯的骨骼壁画，当时的人类都是袒胸露乳，穿得非常清爽，这就说明至少在3000年前的古格王国，甚至比5000年前的象雄古国更遥远的上古时代，几万年前，阿里这里非常热，高山上的雪水都会融化下来，在这里聚集。阿里这里曾经就是一片汪洋大海。藏族史书《贤者喜宴》中记载，远古时期的雪域西藏，上部阿里宛如池沼，中部卫康形如沟渠，下部多康三港宛如田畴，这些均被淹没于大海之中。藏族朋友喜欢戴红色的珠宝，这些都是出土于青藏高原的天然宝石级红珊瑚，一克1500多美元，比金子都贵。大家看，阿里地区和埃及金字塔的周围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地球气候变迁变成了沙漠，它们之间真的是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再举一个例子，在藏文中，天和神被称为拉，但是古埃及的太阳神被称作 Ra， 为什么它们有这么多联系？西藏阿里还有个神秘地区，就在冈仁波齐峰山下。在远古，阿里的海水退去之后，就在冈仁波齐峰山下形成了2个湖，右边的叫做马旁优措湖，左边的叫做拉昂措湖。这2个湖也不是善类，一个被称为圣湖，另外一个在旁边的被称为鬼湖。2个湖紧挨着，圣湖马旁优措有花有草有牧羊，有88座寺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蓝色透明淡水湖。拉昂措湖就是相反的，拉格纳措，意思是有毒的黑湖，这里的水是黑色的，有毒，周围没有任何植物、生物和人类的足迹。拉昂措湖在梵语中叫做 Rakshasa， 意思是罗刹恶鬼湖。在佛经和古吠陀经中记载，龙族所有的故事都是在湖边、海边、河边或者是地下发生的，而且龙族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不允许人类打扰他们的清净，所以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不吃鱼的。他们解释说，鱼就是龙的化身。其实他们在远古时期是不能去湖边捕鱼的，因为龙族经常在这里出没，谁进入禁地就被龙族吃了。我们在开头讲到，俄罗斯科学家在冈仁波齐山脚下露营，听到地下有落石和低沉的喘息声，这是因为这湖下有水道，可以直接通入冈仁波齐山内的地下世界。大家知道吗？冈仁波齐山在英语中叫做 Mount Kailasha，Kailasha 在梵语中意思是水晶。根据原始本教迦岩宝库中记载，16000年前，在马旁雍措湖和冈仁波齐之间有一个国，叫做俄摩龙人国。中间这么窄，就说明这个国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其中记载，本教大法师敦巴信饶有一个法杖，法杖上有一颗明亮的宝石，它在空中一点，黑色的大地就会出现一个山洞，穿过无尽的黑暗之后，就会出现明亮的阳光，我们就进入了俄摩龙人国。这里虽然是地下世界，但是四周有4大丛林环抱，鸟语花香，在南边还有海水般的湖泊，天上地下都有珍奇异兽奔跑。这地下为什么会有阳光？因为在东南方有一个巨大的山，山中土石都是5色晶体，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水晶开莱莎，闪烁着五彩宝光，天空中有8色法轮，阳光明媚，月光皎洁。所以这2个湖很可能是通入龙族地盘的入口。不过自上古时代就没有任何人类敢下水探索，
也没有任何人类敢登上冈仁波齐峰之上。传说是有一个藏地大法师在古代登上过冈仁波齐，但是记载中写道，他在年轻的时候会黑魔法，一挥手就可以杀死无数人，所以他应该不是纯种人类。现在藏族还流传着一个神秘仪式，叫做转山，走几步就来一个五体投地，非常虔诚。这个仪式就是来自冈仁波齐山。在《大藏经俱舍论》中记载，在释迦牟尼的时代，诸菩萨、天人、阿修罗、龙王等天龙八部都经常云集在冈仁波齐。人类看到之后，就围着这个山崇拜，转一圈可以洗尽一生的罪孽，转山100圈可以今生成佛升天。推测转100圈就可能发现冈仁波齐山的时空裂缝，直接进去之后就可以成佛升天。今天的故事背景已经铺垫的差不多了，下一集我们应该是要讲雪域龙族大战的史诗故事。这种大事，世尊释迦牟尼都必须出现，不过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化身 Avatar。好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我是尼克拉斯小羊，请大家多多订阅、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帮助尼克拉斯羊冲到20万订阅，谢谢大家。